嗨，大家好，这里是庶民锦鲤，我是鱼弟，韩国鱼的鱼，兄弟姐妹的弟。今天很高兴大家能来看我们的视频，麻烦大家在观看这个视频之前，先给我们点个赞。如果还没订阅我们庶民锦鲤的话，麻烦也订阅一下，我们非常需要您的支持哦。今天我们来聊聊莫名其妙的美国进口莱猪和莫名其妙的澳洲王立强，这是有非常微妙的一种关系的。我们今天就来说这个事。自从蔡英文宣布美国莱猪进口事件就在台湾岛内持续的发酵，立法院国民党杯阁苏贞昌上台答询，还有立法院国民党的猪内脏，还有冠军牛肉面的造谣和信公的各种蓝绿攻防的大戏持续上演，很是热闹。而这些事件的根源就是蔡英文为什么要进口莱猪，这个让民进党曾经如此激烈抗争的莱克多巴胺瘦肉精，怎么就被蔡英文自己这么云淡风轻的宣布进口呢？这让大部分包括绿营的很多台湾人都感觉莫名其妙。余弟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莫名其妙。首先，我们要从字面上不带感情色彩和衍生意的去理解一下莫名其妙这4个字。莫名就是不能说，奇妙就是这些事件背后都有一些非常玄妙的原因，合起来的衍生的意思就是指说不出其中的奥妙，表示发生的事情很奇怪，解释不出道理来。这个解释不出道理来，包括看的人看不出这个道理，也包括自己说的人也说不清楚这个道理，或者不愿意去说这个道理。这样大家明白吧？这就叫莫名其妙。蔡英文或民进党至今也没有对于进口美国莱猪这个事给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哪怕是负面的他也没说，是吧？什么讨好川普啊，向美国做出姿态，推动台美关系，这些空泛的理由都是不足以让人信服的。这就是莫名，其背后的真正原因也就是不能说。而这个事件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蔡英文和民进党明知要背负如此巨大的骂名，还要一意孤行的进口莱猪呢？其中必然是有一个巨大的奥秘，才能让蔡英文做出如此大的一个牺牲。而美国开出什么条件或者利益，可以与蔡英文背负如此巨大压力之间产生一个平衡或者叫对等呢？显然，目前台面上民进党说出的那些理由都是不堪一击的。在余弟我个人看来，能够与此平衡的利益，只能是让蔡英文连任总统这么巨大的一个利益，也就是美国已经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蔡英文才主动宣布莱猪进口，也就是现在蔡英文必须履行自己的承诺。大家是否还记得2015年的6月，蔡英文曾密拜访美国的贸易代表总署，这个事也不小心被 TVBS 拍到报道了，是吧？请注意哦，2015年6月，当时蔡英文可是没有任何的官方身份，
他是2016年才接任总统的当时他唯一的身份就是民进党的党主席外界猜测这次就是去谈美猪的进口的事情。请注意他当时是没有官方的一个身份，他有什么资格去跟美国的贸易代表总署去谈？这里就有趣了。当然既然叫做谈，那就是谈判，谈判是需要条件交换的，当然具体谈什么条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从时间上去推算，蔡英文是今年1月11号投票胜选的，520上任总统。520的时候还是疫情的高发期间，不论台湾还是美国，双方都无暇顾及莱猪进口这事，大家都在一心这做防疫这个事于是等到蔡英文稍微缓一点了，同时也是特朗普选举最重要最关键的时刻，也就是8月28日，蔡英文就宣布了美国莱猪进口，也就是美国和特朗普帮助蔡英文连任，蔡英文也要帮助特朗普连任。事实上，台湾宣布美国莱猪进口也的确帮到了特朗普，在重要的摇摆州北卡赢得了选举人票。也就是说，台湾开放莱猪的政策是在1月11日那天蔡英文胜选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的，只是因为疫情和美国的选举才选在8月28日宣布。说到这里，大家还是不明白美国到底给了蔡英文什么好处。相信大家今天看了今天的标题就应该明白了，我们说的就是另一个莫名其妙的王立强事件。之所以说王立强事件也是莫名其妙第一，王立强事件是怎么出来的？我们先说出来，一个大陆的一个逃犯也好，或者叫罪犯也好他怎么就成了中共的间谍？怎么就会去影响到台湾的2018选举，是吧？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一个故事。大陆要选外围组织的人员，也不会这么去选，包括王立强宣称的自己做的各种各样的间谍的事情或怎么样，完全是和一个国家政府培养的间谍做的事情完全是拉不上关系的。就是说这个故事他编的就是漏洞百出，这是其一。第二个莫名其妙是什么呢？王立强是间谍这么一个毫无可信力的一个故事，怎么就被澳洲的这些正式的媒体给炒作起来了？大家都很清楚，在当今的这个世界，特别是这个互联网时代，最不缺的就是故事和谣言。为什么偏偏这么一个一眼就可识破的一个假故事，怎么就被澳洲和台湾的媒体给热捧了？这样明白吧？也就是说，互联网上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赚足你眼球的各种各样的离奇的故事。为什么就这一个故事会被澳洲的媒体这么大幅的一个报道，还拍一个专访，
就是说，这完全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这就是第二个莫名其妙。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存在这么多的不合理的地方，却被炒作这么大，背后肯定是有澳洲的某一种势力操作起来的，甚至这个故事都是有人写好剧本后才上演的。王立强其实只是一个演员而已，而澳洲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也是第三个莫名其妙。他这么做了，他得罪中国对澳洲有好处吗？显然没有嘛，是吧？包括像现在这么打，就可以这么狠狠的中国打击澳洲，是吧？完全他没必要去得罪澳洲，完全他没必要去得罪中国，然后得罪台湾国民党更没有道理了。澳洲没必要和那么小的一个台湾的在野党为敌，说句难听点，根本就不起眼。有多少的澳大利亚人知道台湾有一个政党叫国民党？我相信很少有澳洲人知道啊，对吧？那这个事件背后的奥秘又是什么呢？我们从结果上来看，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几乎是无伤的，而这个故事伤的最重的是谁呢？无疑就是韩国瑜吧。这是针对台湾大选编造出来的一出戏，演给台湾的选民来看，加深大陆插手台湾政治的一个印象，加深韩国瑜是中共代理人的这么一个印象。这出戏让韩国瑜本来就亲中的这么一个印象，在台湾的选民心中打上了一个深深的亲中卖台的烙印。然后结合当时香港反送中在台湾引发的反中情绪的氛围，无疑让韩国瑜在选举中受重伤。我们再来说，可能很多人会说，这是澳大利亚干的事，与美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的成员，说句通俗的话，就是美国的小弟啦。而现在的澳洲这一届政府更加甘愿的去做美国的马前卒，这个是谁都知道的事实，有很多的事实可以验证，是吧？这次中国打击澳洲，也同样就是因为他是美国的小弟，打他给美国看嘛，对吧？也就是美国老大不方便出面干的一些脏事破事，都由澳大利亚这个小弟来干，让小弟丢点人没事。所以王立强事件无疑是美国送给蔡英文连任的一份大礼，只是这个代表美国送礼的人是澳大利亚而已，就这样子。当然在今年的台湾选举中，美国暗地帮助蔡英文的事情应该还有很多，只是那些帮助没有王立强事件这么明显而已。所以美国既然帮助蔡英文连任，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做了这么多的努力，自然蔡英文就要回报。而莱猪进口无疑是对于美国和特朗普来说就是一份不错的回礼。请注意哦，之所以称之为回礼，也就是不需要收礼方提出说，我要什么礼物你送给我啊，完全是看送礼的人的诚意
是吧？你有多大的诚意，送什么礼物给我，你自己看着办吧。因此，才有了高嘉瑜质询外交部次长的时候，次长的坦白啊，是台湾主动提出美国的莱猪可以进口开放，是吧？对于澳洲这个小弟来说，台湾的民进党和蔡英文当然也要有所表示。在这次中国打击澳洲的贸易、打击澳洲的红酒的情况下，民进党的这些立委也都发布视频，要支持澳洲的红酒，要挺所谓的民主红酒。虽然说被人酸了，这是淌着阿富汗平民血的红酒，但是民进党完全忘记了自己这个民主进步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也要去挺澳洲政府。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王立强事件对于民进党、对于蔡英文在大选中所得到的帮助是有多大。以上这么解释，是不是大家可以把蔡英文这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放美国莱猪进口的真正原因说通了呢？余弟我这样的解释应该才合理吧。好了，如果你觉得余弟今天的视频说的还靠谱，那就给我们点个赞吧。如果还没订阅庶民锦鲤的话，麻烦订阅一下。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再见。